可以让学生多一点他们的创造力，有一些思考上的批判性，跟学生不同国家的学生会有更多的互动性。嗨，大家好，我叫 Regine， 我是来自 Special Language College Canada SSLC 加拿大的Regine。那我是做台湾的市场行销，那同时呢，我在 SSLC 的维多利亚也当Campus Director。所以说呢，今天很荣幸可以在自助家那边做一些学校的介绍，还有介绍我们加拿大的一个生活。SSLC 的话，在加拿大，我们加拿大有3个 SSLC 的校区，一个是在东岸的多伦多，然后另外2个的话是在西岸，温哥华还有维多利亚。那刚好我在维多利亚，刚刚有提到我是在那边的校区主任 Campus Director。所以说，这3区的一个特色的话，我可以大概讲一下。东岸的多伦多呢，它是比较像大城市，像台北这样子，它是在加拿大的东岸，它很大，所以它是在加拿大东岸。那飞到西岸的话，大概5个小时的时间到温哥华。温哥华我觉得会比较像是台湾的高雄，人本就会比较的轻松惬意一点，然后有山有水。对，因为刚才讲到东岸的多伦多，它是比较忙碌的城市，像台北，然后就人们专注就是比较品味，然后速度比较快。那西岸的温哥华就速度我觉得稍微慢一点点，然后大家就会比较，我觉得比较脚步非常快。那我本身是住在维多利亚，那维多利亚的话脚步更慢，它就是一个花园城市，然后有很多老人会想要退休的天堂。但是我讲这样的重点，应该是说你去维多利亚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其实来加拿大游学最主要就是专心把英语学好。那所以我觉得维多利亚的话，它是华人真的是最少的地方，它比较有欧洲的那种氛围，比较多白人。那温哥华的话呢，它步调没像多伦多那么快，但是比维多利亚多。所以说温哥华的部分就是美食很多，然后会比较多事情可以做，就是夜生活的部分比较精彩，比维多利亚精彩。我会跟在维多利亚上课的孩子们、学生说，如果你周末去温哥华去吃个东西，去感受一下大城市的感觉，那也可以的，因为坐的船就到了。所以13个城市都有不同的特色，就是看你比较喜欢去哪一种城市的氛围。上面有哪些设备是可以让学生使用的，或是有什么特殊的教学设备？目前我们学校的话，你来加拿大的话，其实大部分学生都会自己带吃的在学校吃嘛。每个学校都会有那个设备，就是为微波炉可以让学生使用，然后当然有基本的饮料。然后设备的部分就是学校的话，给学生使用的话，我们会有午餐交易厅，让学生吃饭的地方。教学设备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每个教室都有移动方便室。当然因为现在的科技化嘛，都加上互动教学，在每个教室会有用电视上课的一个方式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就是学校基本的一个，比如说每个教室的音响、电视都有，这样子才跟学生比较好做互动。学校淡旺季大概的学生人数，还有学生的比例大概是怎么样？在多伦多跟温哥华的学生比例是差不多的。暑假的话，大概有300到400个学生左右。我们是属于中小型的学校。那维多利亚的话，大概就是200个，在暑假的部分。那淡季的部分呢，多伦多跟温哥华，因为他们2个城市比较大，所以它的人数大概会有200个到300个左右。有时候就是看月份了哈，但暑假永远都是我们最忙碌的季节。那维多利亚的话，淡季就会大概100多个左右。国际比例的话，其实我们3个校区的日本排最多，第2个排名就是韩国，第3个排名就是墨西哥，第4个排名是巴西。其实台湾的人数比例是不高的，大概每个校区5% 以下的国际比例。那接下来是课程介绍部分，就是 SSLC 的课程的话，有哪些特色是可以吸引学生的？学校的话，我们现在早上的话，我们的课程就是有另一套最新的一个教材，是2024年我们新开始的一个教学的教材。那因为现在科技的进步嘛，所以我们之前的教科书内容比较没有更新的话，我们觉得这样对学生的学习也不够有效率，那老师教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没有那么好的成就感。我们现在早上的课程呢，我们有听说读写一起。那我们好消息是我们在2024年印了一本全新的教科书，可以让学生多一点他们的创造力，有一些思考上的批判性，跟学生不同国家的学生会有更多的互动性。所以老师在教学上也有更大的一些动力，因为我们的书是全新的。那因为现在科技的进步，所以我们现在有教科书有专门有一个可以让学生做课后的一些练习，还有作业的。那如果想要提一下那个新的课程教材的名称，新的书叫做 Start Up。然后这是最新的一个教科书，所以我们也很开心在2024年可以推出全新的一个教材。那这3个校区的话，在4月份会正式开启。然后我刚刚有提到这是早上的部分，那下午的部分我们会有依照程度而分班的沟通课程，还有文法课程。那所以我们上课的时间是早上9点到中午12点，是最新的那教材教科书是 Start Up。下午的话，我们用的是沟通的课程，是依照不同学生的程度所分班。最后一堂课就是文法，3点下课。好，所以我们课程是早上9点到下午3点。3点过后我们会有免费的辅导课，让学生可以自由参加，或者是活动，学生可以自己去决定说要不要参加课程，因为我们会有把那个活动的价格标注出来。每个校区有特别热门的课程推荐。非常好的问题。多伦多的话，因为其实我们维多利亚、多伦多跟温哥华这3个校区，原则的基本的课程就是 ESL 英文课程，好，像就是文法跟沟通。多伦多的话，现在比较热门的就是空服员的沟通课程，好，这是只有多伦多才会有的课程。温哥华比较特殊，会有的课程是那个medical English，medical English 是医疗课程，好，那我们是教普通的医疗的英文对话。好，那维多利亚我们比较热门的课程是雅思课程，因为这3个校区其实我们雅思课程呢是有做这个线上跟在课堂上的 in person 的学生一起上课，所以雅思的课程在我维多利亚是比较热门的。原则上这3个校区我们都有一般的语言课程，还有 horse speaking 的课程，还有3月英语的课程，就是这3个课程是3个学校都有的。有些比较特殊的教学方法或者是学习资源，是可以让更多的
的话，就是跟其他的语校相比是可以脱颖而出。加拿大有很多语言学校，但是我相信我们学校是上课是最严谨的，因为很多的语言学校可能家长观念觉得学生就是有学就是来玩，可是我们学校教学其实一直都是秉持着比较严谨的一个教学的方式，因为我们的老师呢是连上的教学经验，我们的老师都是有在国外，比如说到亚洲来上过一些不同的亚洲的学校国家来去上课之后回流到我们学校，就我们的老师教学经验都非常的丰富，所以我觉得这也会让我们的学生会觉得上课他们学习到的学校的成果特别好，因为我们老师的教学经验都非常的丰富，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教学经验，是我们的老师。关于教学内容分析的部分你看他是有办法可以就是举例说明 SSLC 这边比较自豪的教学内容安排，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学生的回馈？我们是一个教育集团。那 GEC 下面的话，我们有一个学校叫 Sparshot College， 它是150年的一个职业的学校。那现在这个学校的话，它有做早期幼儿教育跟这个义务课程。那我们现在回归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说自豪的教学内容安排，就是说我们现在会有一些学生他们想要到加拿大有一个很好的工作，所以呢，也当然也会想要有一些移民机会。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学生他们会先来我们 SSLC 先上基本的前置的英文的课程，上8个礼拜之后呢，再去我们的姐妹校 Sparshot College 去读1年的幼教课程。那因为现在加拿大的政府非常缺乏幼教老师，所以就是政府也需要找到早期幼教的，比如说教安亲班老师的一些人才。所以说读完这个 Sparshot College 的幼教课程之后，其实很多雇主会直接到我们学校找人才，所以学生很快的就会有一份工作，因为雇主会担保去办那个工作签证，所以等于说他拿到工作签证的几率是非常高，是因为我们政府非常需要早期幼儿教育的这个人才，因为我们需要有安亲班的老师。好，那所以呢，我现在很多的学生其实都在走这条路，那他们也很快的可以拿到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改变一个学生的人生，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想要来加拿大定下来当一个课程可以提供给学生，也可以帮助他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一些人生的转变的计划。与其他语言学校相比的话 ，SSLC 有什么优势呢？例如说 CP 值高啊，校区交通便利啊，或是课后活动等等。跟其他学校相比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学校的经营，我们非常重视每个学生的一些发展。那我们原则上来讲，我们3个校区都有中部部门，那我们很致力的去协助学生的成长。那所以我们3个学校的话，如果学生他们在对人生有迷惘的话，其实他都可以跟我们中部顾问去做沟通，我们会提供一些协助。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校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刚才提到我们是中小型的学校，不是我们没有1、2阶的学生，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对学生的照顾是比别的大学校多的。那我们也因为这样而自豪，因为我在这个工作已经做了17年了，我也很开心见到我们所有的学生，从我17年前到现在，我昨天还有学生带他的小孩来看我，就看他们的成长，我就觉得很感动。那所以当然这个就是我工作的一个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是看我们学生的成长，看他们人生有个改变。当然我们3个校区我们都是在市区啦，所以我们的交通是非常便利的，这是一定的。课后内容对我刚才有提到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学生呢来上课，我们是希望他不只有学习之外，也一定要去参加活动，认识不同国家的学生。我们会在这个课后活动部分，在推的部分是非常用心的在准备。学校这边对 SSLC 有没有哪些独特的资源啊，或者资源是可以让加拿大有去打工学生或者就职上的协助？其实呢，因为我本身是在维多利亚，所以我可以跟你们分析一下我的想法，就是说这些游学打工的孩子们呢，他们来，其实他如果来我们学校上短期的一个课程的话，那我们都非常的会希望说协助他们做一些履历上的更改，因为他们是来找工作，有这个游学打工的机会。台湾现在的额度其实也没有说很多，所以有拿到游学打工的学生其实特别珍惜。那他们如果来我们学校上课的话，其实我们都会提供他们一些履历上的一些更改的协助，或者是说他们想要找工作或者面试，所以我们会有老师会提供这些，我们说 tips 就会提供他一些小小的方法，怎么去写履历表，怎么去面试，或者甚至他们来学校跟我们讲，所以他们帮我们可以请我们帮他们印一些履历表出来，我们都很愿意做这样的协助。就职上的话，其实我都会让学生让我当他们的 reference， 因为在加拿大很重视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要有个 reference。比如说雇主就会打电话来问我说这学生表现怎么样，我是不是推荐他，所以我在学校都很愿意当学生的那个 reference。那其实学校的话会有跟就近的一些，比如说餐厅啦，不同的地方店家会有一些认识的话，我们就会帮学生推荐，我们会有贴一些工作的机会让学生看，他们就可以去参加面试这样子。那我发现说台湾学生的工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反正我们在维多利亚的话，台湾学生我发现都很好找工作，如果他们不在意自己做什么工作，因为也是要看你语言的程度，还可以涉找到不同的工作，那我都非常愿意当他们的 reference。等于说我们的店家也是很喜欢台湾学生去工作，因为台湾学生就是比较认真、工作慢，但是又很好相处。对，所以我很为台湾学生为荣。那学生在 SSLC 还能够体验到什么样的文化或者社交活动？因为其实呢，在加拿大我们有很多的 volunteer 的机会，志工的机会，所以呢，其实我们那边会有很多很大型的活动，像是那个马拉松赛跑。那所以我都会要求我的学生去参加。我讲要求有点太 too much， 但是我会跟他们讲，你来了加拿大，你要去做志工，因为你做志工的时候，这是你有机会跟外国人一起工作的机会。比如说上一次我们4月份有那个马拉松赛跑，我学校就集结大概25个学生去帮选手递那个水杯，他们一去的时候全部都可以拿到一件 T-shirt。当然他们所交流的当地的主办单位都是外国人，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练习的机会，是看说，在加拿大当志工这件事情是怎么运作的，你怎么跟外国人去做一些沟通交流，让他们最后就拿到一个 T-shirt， 就是一个永久的纪念。所以我非常非常努力，我的所有学生都去做 volunteer， 贡献社区，相对他们也可以见到我们当地人怎么工作，然后怎么去跟他们交流。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除了学习英文之外，他们可以睁开眼界的一个机会。是可以
谈谈Regine自己对 SSLC 的看法吗？或是学校本身啊，或是课程上是有哪些方面你觉得自己特别喜欢的？我觉得学校的部分就是，其实我刚才有提到大概类似的部分。说学校的课程跟本身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我们老师对教学的认真。对，因为如果没有教学认真的老师，也不会有得到很多进步的学生。老师有没有在打火，其实学生都感受得到。那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我觉得我对 SLC 的看法，我们的老师他们都是很专业，也很有教学的经验，但是同时他们对教学的热忱，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学生最大的一个收获。SLC 3个学期，我觉得我收到的一些回馈都是老师真的都上得非常用心，也非常专业，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本身很喜欢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报名 SLC 的学生，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完美，但是至少我相信大家有因为出国这条路而改变自己的一些思维，让自己的眼界更宽阔，他们可以回来台湾找到自己更喜欢的事情来做，所以我会觉得我很 proud of my students。今天非常感谢3D DIY 的邀请，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欣赏我今天的视频，下回见喽。